40岁的中年妇女放弃了正职工作，全心在家育儿，但在经历失败婚姻后，不愿再做朝9晚5的上班族，于是决定从零开始，自己出来创业。我是飞妈 Katie， 没有商业背景，没有雄厚资金，也没有广大人脉，凭着一股不想领死薪水被绑住时间，不想牺牲陪伴孩子成长过程的念头下，我选择去开拓一条我不熟悉的道路。这集影片记录了我创立低因咖啡品牌从0到1的过程，以及一路跌跌撞撞的心路历程。我对食物的产业真的是零经验，我也没有从过商，但是我的心就是跟我说我要做这个。当时刚走出失婚的低潮，思考着如何带着2个年幼孩子面对未来。想想离开职场已7、8年，要回到以前的科技业，势必要跟上最新的知识和工具。但我知道我的体力和拼劲早已不如10年前那样好用。找全职工作意味着牺牲掉孩子最重要成长的时光，兼职却也让我提不了劲，总觉得人生好像少了什么。也许这就是大家口中所谓的中年危机。就在我迷茫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有一次晚上聚餐，朋友请喝咖啡，但知道自己下午之后喝咖啡会让我睡不着，所以只能拒绝。你有没有 decaf 的？没有诶，只有一般的。我喝了就没办法睡觉了，算了。后来想起这类的情况其实很常发生，饭后常常会有点想喝什么咖啡的欲望，但是一般人家里通常都只会有普通咖啡，为了不失眠，只能拿其他饮料或水将就喝。我就想，如果能够随时随地都能喝咖啡，又不用担心失眠，这该有多好。超商贩卖的即溶咖啡选择算是多样化，但低因的种类不是选择少的可怜，就是难喝。难道对咖啡因敏感的人就不该被重视吗？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既然没有咖啡商提供优质的即溶低因咖啡，那不如自己来做吧。我并没有从商的经验，也没有咖啡的专业知识，单纯是想要满足这个市场上的缺口，以及让我在平衡家庭跟工作上有更好的选择。于是我的即溶咖啡创业之路就从寻找优质的低因咖啡开始。那经朋友介绍，参加了一个温哥华本地商会举办的一个咖啡讲座，认识精品咖啡拥有的独特味道，训练我的味蕾，学习分辨优质咖啡的酸与苦，也参观了几家加拿大的咖啡烘焙厂，了解他们公司的文化跟理念、烘焙的技术方式跟咖啡豆的进口来源。这段期间，我尝试了数十种咖啡，但为了想要从中选出最好的咖啡品种，我邀请了在咖啡讲座认识的手冲咖啡达人一起来品尝。现在带了一堆的咖啡厂商给我的一些咖啡，要去见一个咖啡达人，要一起来尝试这些咖啡的味道。Hello Steve， 五谷咖啡创办人之一，然后身兼手冲咖啡师的 Steve。你好。烘焙的不同，什么样的味道是好的，然后什么样的味道是不好的？我们主要其实也是要把它原来的风味呈现出来，就是越接近它豆子本身的味道，花香果香会再比较浓厚，中会多一些坚果，生培可能也会再多一些烟熏炭焙味那样子。你喝得出来它是哪个口味的吗？哥伦比亚，没错，你这么厉害。酸感比较持久一点，甜感也是蛮饱满的。甜感。Personally， 我会觉得我比较喜欢这2支，果香一直都有。它有没有顺？那在于 Steve 脑力激荡每种咖啡的特色之后，我也从中选出了适合的咖啡品种来作为我的即溶单品选项。那忙着与咖啡厂调货，还有把萃取后的咖啡变成即溶粉的同时，我也开始研究之后要如何在网络贩卖。我在电商这块是超级新手，所以我也报名了一个网络研讨会，学习网络贩卖商品，了解管理生产和供应链，计算营收和成本方式等等。OK。连续4个小时的 summit 讲到了很多 manufacturing 啊 sourcing 啊跟 supplier 建立关系啊，很多 communication 方面的 strategies。 听得越多，吸收的越多，就同时也发现我不懂的也很多。那因为想要学习商业的运作和知识，我又加入了本地的一个新创孵化器，与其他的新兴创业家一同交流学习。同时间也开始着手进行简单的1页式网站，因为本身是设计出身，制作 logo、图像和架设网页等等都不需要另请他人。做出基本的网页后，拿来做简报演讲，向其他人 pitch 自己的创业理念。Are decaffeinated using the most clean and natural process？从许多宝贵的回馈得知，我的产品是有潜力的。由于自己品牌主打的是低因咖啡，多少也要懂得咖啡因是怎么去除的。我
我现在来到了一个专门处理去咖啡因技术的一个大厂，然后他们现在这里呢要举办一个咖啡业界的商会，想说除了可以观摩一下他们处理咖啡因的技术过程之外，也希望能够多跟一些咖啡业界的人交流跟认识吧。We basically source coffee from Canadian roasters. Freeze-dried process kind of thing? Yes. So specifically, we're looking for decaf coffee. That's why I'm her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process and hoping to explore my options. Is it your first time here? It's my first time here. We're just starting up. Yeah. 刚刚才结束啊！哇塞，这整个 event 是总共五个小时。刚刚呢去参观他们的 facility， 他们的去咖啡因的技术的这个处理过程呢是没办法照相也没办法录影的，所以很可惜。里面非常的大，总共有3层楼的空间，那些仪器都是超精致，就是核电厂等级的那种，24小时在运作，算是大开眼界了。我觉得这一次来真的是很值得。除了参观这个工厂之外呢，那也认识到很多业界的资深大佬啊。听到他们分享了很多一些业界的挑战，他们营运的方式，真的收获良多。激情过后，还是要 get back to business， 要 work on my business， 把我这个咖啡事业，这个低咖啡因的即溶咖啡事业给做起来。Very excited， 好不好？大家敬请期待。初期的创业过程就是一直不停的吸收知识，不停的找回馈，也硬着头皮问很菜鸟的问题，一路学习再学习，太多新的知识狂塞我的脑袋，让我有一种 overwhelming 的感觉。但过程中也渐渐的懂得更多，也更清楚要如何走接下来的道路。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目前的进度。产品方面的选择呢，目前是已经 narrow down 了，也已经确认了一些合作的咖啡烘焙厂，有部分的咖啡豆现在是已经正在进行 instant production 的阶段。同时间我也还在跟许多大大小小的包装厂商，还有一些 co-packer 联系。这过程中呢，我也接触了一些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会去研究的东西啊，像是装咖啡的那种包装膜啊，空气跟湿度的透过率。咖啡豆它本身呢，很容易因为接触到空气啊，或者是潮湿度而让它的风味流失，所以这方面的保护呢就变得非常的重要。然后我想要产品的包装是能够环保的，所以我也一直都在搜寻能够可回收还有可分解的一些包装材质。可是呢，这段时间令我有一点无奈的就是加拿大的各个城市呢，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制度能够有效率的去分辨说一个包装的材质哪一些能够回收。所以知道这些之后还蛮惊讶的，因为对于同时身为一个消费者跟一个产品制造商来说，真的是蛮无奈的。但是我也不想就这样选择用一般的塑胶材质，我还是想要选择能够可以回收跟分解的包装材料，总得要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吧。然后还有 co-packing 这方面，也是我最近算是一个还蛮头痛的一件事情，有 MOQ 的这个问题要解决。然后还有很多制造环节都要注意，对一个艺人新创来说，真的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只能说解决一个问题，就又会出现一个新的问题。但是呢，我很开心，我也很兴奋，因为呢，我知道我在 make progress， 虽然速度有点慢，但是呢，我是有在一步步的朝着我的目标跟方向前进。那确认了合作的包装厂，我也开始着手设计包装袋。那由于创业的资金有限，所以决定初期就不找 co-packer， 而是买器材自己包装。OK， 各位，现在是已经正在等待要做产品测试的阶段。有2种咖啡已经完成即溶的工序，然后呢，那个样品的咖啡已经正在寄往我这的途中。袋子的包装设计呢，也已经初步的完成，然后也已经交给厂商去列印。等我拿到的时候呢，就可以开始测试市场的反应，所以非常的期待。从一开始有创业的想法到现在，已经经过了3个月的时间，听起来好像不是很长，但其实我感觉好像已经过了蛮长的一段时间。我相信我是离目标是越来越近的，只是常常还是有一种自我怀疑的感觉，就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情。所以我想趁现在呢，把我这个心情给好好的记录下来。从确定我想要做即溶低 cup 咖啡的时候，我就已经有那种不成功变成人的心态。我很想要做出大家都会喜欢的低因咖啡，可是我也知道我面对的是有很多的未知。虽然我有做一些初步的市场调查，可是我其实还是不能很确定，等到我真的推出的时候，究竟会有多少人想要买我的产品？会不会其实我的咖啡的味道普普？
那会不会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人想要喝？我的品牌理念大家接受吗？还是我的产品的价位是否合理？我卖太贵还是太便宜？甚至我取的品牌的名字是不是 make sense？ 那我如果囤积了一堆货卖不出去怎么办？而且我对食物的产业真的是零经验，我也没有从过商，等于是以一个小白的身份啊，从零开始做起。那虽然我有这么多的怀疑啦，但是我的心呢，就是跟我说我要做这个。我明白创业一定会有很多的风险，而且我相信我也一定会经历很多的失败，但是我还是得要去试，因为如果不去试，我不会知道成果是什么。我都已经踏出很多步了，不可能再回头了，好吗？而且因为最近都在忙这件事，所以其实 YouTube 我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固定更新，实在是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我是希望觉得这阵子的努力是值得的啦。现在就是在等样品跟包装呢都寄过来，那我就可以开始测试了。等待样品的同时，还是一刻不能闲下来，因为做的是食品相关的产业，要在有合乎法规的厨房包装咖啡之后，才能合法的贩卖。因此，我也与一些商业厨房洽谈，也考了食物安全相关的执照和一些大大小小成立公司相关的申请，为之后的正式贩卖铺路。OK， 各位，即溶咖啡的样品寄到了，现在就来猜猜看里面长什么样子。厂商怎么把它弄成一包一包的？我是要他给我一整个粉哎，他还自己设计了包装 ，what？ 好了，先来尝尝看味道了。好喝，跟我当时在现场人家研磨手冲出来的味道差不多。它不苦也不会酸，就是很综合温和的味道，不错。我真的没有想到它会装成一袋一袋这种小包装。我事前已经讲过，就是要他们给我就是整袋的，然后我自己装。能怎么办呢 ？Things could go wrong, right？ 但至少有样品了，然后等到我自己的包装来的时候呢，装好，我就可以给大家测试了。Excited！ 也许是中间的过程没有讲清楚，所以也从这里学到了与厂商沟通跟再三确认是很重要，也要容许一些可能出错的空间。虽然会花更多的时间，但也只能一一撕开，把咖啡粉倒进自己的包装袋，按原计划把样品做出来，拿去给不同的人测试。Do you know it's decaffeinated coffee? Yeah, I was gonna ask about that too. Yeah, it's decaffeinated. It doesn't taste like decaf, and it doesn't have the bitterness. I really like it. Yeah, me too. Cool. 觉得它比麦当劳香。在 Instant Coffee 里面，它的味道其实我觉得算是很浓郁的。It's rich. It's pretty good. It's rich. Would you be able to tell this is actually instant coffee? No. Okay. 也蛮好喝的，我老实说。其实你不跟我说是即溶的，我觉得我不会喝出来是即溶的。可能我平常买的即溶实在太烂。It's different. I like it. It's really nice. That's better quality. Better quality. Yeah. 很顺不酸，你这个 aroma 比较多，后面比较多其他的味道就是。得知大家对咖啡的味道都是正向的，让我对自己的产品信心大增，也清楚可以改进的地方。照理说是要一鼓作气，全神贯注往产品推出的目标前进才是。但明明我离目标越来越近了，却不知如何，我开始产生了逃避的心理，开始出现了拖延的症状。可能是前期冲得快，然后又求好心切，有阵子不分日夜，心思全都被创业的事物给占据。我感到有点 burn out， 所以回到熟悉的舒适圈躲起来。我回到了拍影片加剪辑的生活节奏，一样忙着育儿与生活琐事，同时还得与律师讨论离婚协议，一来一往的精神压力让人沮丧又烦心，自我怀疑就又开始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觉得自己做不到或产品不够好，也许根本没有人在乎。也许根本没有人想买这种产品，这种负面声音越来越强，让我开始有失去动力的感觉。我跟同样在创业时期的战友们抒发心情，也与一些创业导师请教。I need to focus on website, on the product, on the administration stuff. I'm trying to figure out all the shipping, the logistics, and also social media content. It requires so much time, and it also requires so much energy, mental energy. And doing that is already exhausting me out.
The way women operate in business and the way men operate in business are quite different. Men can think like very linearly, so that's why a business plan really works for them. Women, on the other hand, we tend to think that that is the only way to do things. There are some days where our energies are really high and there's some days that they're really low. You have 2 kids who also demand your attention quite a lot. So your time is also divided there. So part of your head is always there. And you're a single mom, so it's almost like double duty. You are creating a new product category. There is decaf coffee out there. There is instant coffee out there. There is convenient pouch coffees out there. But you're kind of combining all 3 and then you're adding a higher quality. It's not going to be the crappy stuff that you see at the supermarket. Like, I could slow down and picking on every single details and trying to make everything better, but there's no ending to what a perfectionism will be. No, you could absolutely. go as far as you can, but even though I know that it's okay, nothing has to be perfect, but it's just like a lot of people, they post great contents. There's so many people that could post great contents. I know I shouldn't be comparing to them, but it's just somehow it feels like my content's not good enough. A lot of times it's just trial and error. Very quickly, the market will tell you what they want. If it's not right, that's okay, because now you're building the blocks to get you there to this final business. Thank you so much for everything. This is encouraging. Yeah, I've been self-doubting a lot myself, but hearing advices from you and from other mentors is already giving me some hope. So thank you so much. 那因为他们的鼓励跟自身的故事分享，让我渐渐放下自我怀疑，继续相信自己所做的选择。没有一个产品一开始都是完美的，而每一次的失败都是一块基石，这些基石最后堆积出来的就是成功。我也知道凡事勉强不来，我无法控制结果，我能做的就是我能掌控的事情，想的再多都是杂音。其实我本来就明白这些道理，但我想我当时缺的可能是一些理智的声音帮我拉回正轨，回到专注朝目标前进。虽然我是一个人创业，但很庆幸的是周遭的人都很支持我，也愿意帮助我，所以这条创业路上我并不觉得孤单。心中的杂念消除后，我再次全心全意回到创业的怀抱。整理出大家的回馈，把 logo 跟包装改进，让他们更贴近品牌理念。装咖啡包的外盒也设计好，并且送去请厂商印刷。OK， 装咖啡粉的包总算寄过来了，迫不及待要来拆开了。3种咖啡，3种不同的设计，这个颜色比我想象的更明亮、更饱和，其实效果感觉还不错耶。那接下来要等的就是盒子的包装了。等待盒子的同时，我也在商业厨房里进行包装咖啡粉的步骤。那几天之后，印刷好的盒子也收到了，质感不错耶，这颜色好 vibrant。检测完盒子的品质后，就拿去拍摄产品的形象照。OK， 各位，我现在在的这个商用厨房呢，里面他们有提供一个迷你的摄影棚，非常的好，因为我可以在这边呢来拍摄我的咖啡的产品照。之后也马不停蹄修改网站、po文更新品牌的 IG， 为即将到来的预购做好准备。知道自己离目标越来越近，其实兴奋又紧张，但还是得要慢下来，谨慎的把后台给设定好，测试结账系统，确保从客户下订单到寄货的流程都能顺顺利利。当我再三检查网站，确认无误后，就深呼吸，开放预购了。从我想随时随地都能喝好咖啡的想法，到最后真的孵化出了自己的产品。经历这6个月的酸甜苦辣，帮助我从一开始什么商业运作都不懂的全职妈妈，到成为一个咖啡品牌的创业人士。这0到1的过程，2个女儿全都看在眼里，看到妈妈把大半心思都放在创业上，虽然有时免不了冷落到了她们，但如果我希望她们能从我身上学到什么的话，就是一旦给自己设立了目标，就脚踏实地的去做，只要没有放弃，最后一定都能做得到。最终我做出了一个能让自己骄傲的产品，而我相信他们一定也会为我感到骄傲。我也想告诉大家说，不要害怕失败。也许各位都有心底渴望想做的事情，也许一开始会恐惧，会不知道从何开始，但如果能慢慢来，一步一步踏实的去做去完成，很快的你就会发现自己离目标越来越近。Don't be ashamed or it's not a failure if people say no. This is just very valuable information. With that information,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it, right?
创业改变了我的人生，不只让我自己下午跟晚上终于能随时喝到好喝的咖啡，也能帮助到那些同样受咖啡因困扰的人。现在我的咖啡品牌创立了，也展开了产品预购，但是这条创业的路并没有结束，而是展开了全新的阶段。我接下来的重心会放在我的新创事业上面，让更多人能随时随地喝到好喝的低因咖啡。但 YouTube 我并没有放弃，它也还是我的热情之一。虽然我可能之后都会有一段时间会无法维持之前的2周1更，但只要有趣的主题，我还是会想要拍出来给大家看，也会记录我未来经营公司的过程跟心得。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还是可以持续关注我的频道的。那以上就是我的咖啡品牌创业故事，我是飞妈 Kitty， 下期见。